倪海厦资金充裕后，购置了很多豪车，还组织过学生飙车竞技。但其实倪海厦即使是录制人迹之后，在大陆的知名度也十分有限，只在美国有些名声，真正在大陆走入大众视野是2009年上了梁冬对话节目之后的事儿。倪海厦在这时已经有了面诊方面的退休计划，并且已经把诊所卖给了和他一起在美国经营汉唐诊所多年的亲密伙伴李先生，疑似是个加拿大籍华人，并且把诊所用地一并租给他，让他继续经营。倪海厦本人则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传播中医、著书立说等方面。而且倪海厦在大陆迅速曝光，获得巨大知名度，也得益于当时如日中天、繁荣无比的 DVD 盗版行业。当时无论是电影、游戏、动漫、名人授课、相声小品、科技农业，还是那种场景不怎么变的动作片，洪水一般的廉价盗版光碟，不断的把这些信息输送到群众手中。倪海厦就是这场盗版大潮的受害者，也是得益者。据说盗版刚开始时，倪海厦本人心中毫无波澜，当时他也没有进军大陆的打算，而且他的课程从未正式在大陆出版，所以也没有版权保护的法律纠纷。他的 DVD 价格极其昂贵，在美国是$6000一套，但你买了他的光碟，你就成为了他的学生，有了跟诊的资格。后来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经过进一步筛选，成为了倪海厦的正式师承弟子，磕头的那种。更多的是这种购买光碟类似会员制的学生。后来某付费购买正版 DVD 的理性学员心态不平衡了，三番五次怂恿倪海厦决定跨海维权，永告大陆盗版商。但是那个年代，一没有正式大陆版权，二来滚滚的盗版大潮属于历史洪流级别的。当时卖盗版碟的，从街边商户到带着全套播放设备现场验货的小推车，再到地铁门口喊看光盘的流动小贩。看光盘啊！有男的和女的，有男的和男的，有女的和女的，还有你那小动物啊！简直繁荣的不要不要，大陆本土的公司和明星维权起来都艰难的不行，所以倪海厦的声音瞬间就被淹没了。但是没想到，盗版带给倪海厦的是前所未有的知名度和在不明群众间的承光声望。于是有趣的一幕出现了，倪海厦本人在美国对维权折戟大为恼火，气得不行。但大洋这边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倪海厦是把毕生所学的中医心得、知识免费录制、无私奉献给大陆观众的。虽然铩羽而归，但在被盗版与维权的过程中，倪海厦却意外红了。而且那个当年怂恿倪海厦跨海维权的理性 DVD 学员，在倪海厦去世后摇身一变，自封倪门掌门。后来他觉得头衔不唬人，又给自己加封倪海厦唯一嫡传弟子。后来还觉得不够过瘾，再度给自己加封倪海厦唯一指定学术继承人，不由得让人想起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和那个90年代在河南农村建立万顺天国，拥兵8个人，立丞相，修皇宫，最后因人口普查被发现，直接被公安民警剿灭，自认为是李世民后裔的农民皇帝李成福，都姓李，可能多少沾点亲戚。当然我要声明一下，以上资料均来源于网络，只是展现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判断，并不代表本人立场。而且倪海厦早年对大陆市场是相当抵触的，那个年代的台湾人嘛，你懂的，既没有父辈对于乡土的情怀，又因为所学所得都源于古中国，所以甚至对台湾本身也没啥眷恋的。但后来当他受邀参加由卢崇汉、李可、刘立宏等中医大 V 成立的扶阳论坛演讲时，由于出色的表达能力，深入浅出的讲了整整1天。当时在场的大陆中医界从业者们都沸腾，反响极其热烈。倪海厦也发现了，最适合中医生长的土壤终归还是祖国时，他才开始拥抱大陆，频繁的到大陆。今天去四川考察江油附子，因为癌症最常用的药材就是附子，江油的附子是品质最高的。明天受邀去广西中药大学演讲，而在这次演讲中，他讲了整个消化系统疾病，从口腔到肛门各种癌症的治疗，演讲水平依旧，于是又获得了大量曝光，知名度开始与日俱增。这里可以说倪海厦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是个很有务实精神的人，凡是有利于他中医事业的，他都可以接受。这一点在他对西医和其他中医学派时的态度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倪海厦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高段位键盘超人，他的一些骂战言论甚至都不能用激进来形容，简直就是极端。比如他认为除了牙科之外，其他问题完全不需要看西医，用西药，对西医的否定是像素级别的。除此之外，他对中医其他学派也完全谈不上友好。倪海厦自认经方伤寒派，也就是北派中医，所以他非常看不上江浙沪岭南一带的温病派南派中医，经常在言论中骂得很过激，说人家不会看病，用药束手束脚治不好病。这样明确树敌、火力全开的做法趋于引流，十分有效，一下就吸引了大量的围观群众疯狂吃瓜。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骂人骂得如此凶狠的键盘超人，幕后是一个2个手指头抠字的小老头。甚至现在的经方派重振雄风，成为中医显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倪海厦把自己关进小屋子里10多年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成果之一。记住，倪海厦是个十分务实的人，也是个十分较真的人。到了职业生涯后期，倪海厦在佛州确实是以治疗重
重症而闻名的。每天都有各色病人先坐飞机到佛罗里达，再坐车到海边，然后乘船到尼海夏的小岛上看病。尼海夏在美国治疗重症确实很有一套。但尼海夏也是挑病人的，看诊时如果病人上来就说我去西院看病，西医说是什么什么什么，尼海夏就会非常生气，甚至可能直接把病历丢出去。但之后他也会安排个学生偷摸的把病人请回来，还得教育教育病患，你都来了，说明西医院没看好，到这里就要全心全意的看中医。但对有些看着中医吃着中药，自己又偷偷吃西药的，尼海夏是直接拒诊的。此后的数年，尼海夏一直处于受邀演讲、日常坐诊、教授学生、整理医院和撰写地记之间。据尼海夏学生回忆，无论天气如何，尼海夏总是第一个抵达诊所开始工作的，每天工作到凌晨3、4点才会就寝。度假时也在读书工作，并且常说要做的事儿太多了，要睡觉要休息，以后时间多的是。也就是鉴于此，才会有人认为尼海夏并没有故去，只是找了个绝佳的理由潜心撰写地记，这也算是个美好的愿望吧。天纪讲命理，人纪讲医术，地纪讲的原来是风水堪舆，内容以某国被攻破、公主落难出逃、将军护驾、一路逃离、走过山川龙脉，由此以小说体展开对风水堪舆术的描述。尼海夏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框架，把自己对于山川风水的心得表达出来。可惜尼海夏的小说残本在一台老旧的一体电脑中，并且密码只有其本人知晓。尼海夏离世后，电脑被移居仓库，静静的落灰。天不假年，尼海夏终于在2012年离世。外界传闻是因为罹患肝癌不治身亡，而尼海夏的家属则坚称其离世不是因为任何疾病。尼海夏是如何知道自己大限59岁的？这个推论应该和当初的算命经历密不可分。至于是紫微斗数还是八字批命，他本人也没说过。传说尼海夏最早提到大限是94年教授天纪的时候，当时他跟学员说自己59岁有一个大劫，大小2线逢，很难躲得过去。2010年9月4日，尼海夏的某位学生以斯坦福大学教授的身份邀请其前往演讲，结束后和几位学生一起走了半个多小时回到宾馆。虽然步伐矫健，脸不红气不喘，但是尼海夏却又提到了那个令人没法搭茬的话题，59岁是自己的大限。当时在场学生不少都听傻了，但是也不知道如何回复。至于尼海夏到底死于什么疾病，我们无从知晓，没有任何被家属公开的死因。尼海夏故去后没有举行公开葬礼，而只是举办了对亲朋好友开放的音乐追思会，去的学生都看到了尼海夏的遗体，并目睹他被安葬。所以尼海夏的确是故去了，就葬在台北。所以一直怀揣希望尼师隐遁去撰写地纪的朋友们，现在可以直面这个事实了。而尼海夏驾鹤西游后留下的事业和家人如何了呢？根据某用户的文章显示，尼海夏过世后，他的遗孀把部分遗产分配给尼海夏的兄弟姐妹，诊所的房产分配给了和尼海夏常年不和的弟弟尼泊什。得到产权后，尼泊什直接把前文提到的 Jackie 李解约赶走，并把自己的中医院搬进了诊所。但后来门庭冷落，濒临倒闭，就索性把地连诊所打包出售了，卖给了白人，改成了兽医院。现在就连兽医院也不在了。由此，不懂中医的尼泊什在尼海夏去世后，宣称自己继承了其衣钵，安然地坐在了大师的位置上，打着尼海夏和汉唐中医院的名号，在中国大陆开展收徒、加盟、收牌活动，一套收钱拜师、加盟连锁的商业模式玩得风生水起。但不幸触犯了法律，单车变灵车，不少人身陷囹圄，现在还在蹲巴黎子啃馒头。尼泊什也远遁台湾，不敢继续在大陆活动。至于治病救人，那已经不存在了。我要再次声明一下，以上资料均来源于网络，只是展现给大家，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并不代表本人立场。而尼海夏的遗孀在尼海夏去世后，就选择远离世俗，不过问凡尘杂事。尼海夏在移民美国后，育有一子一女，对中医并不感兴趣，甚至中文都说不利索，后来都去搞音乐了。虽然尼海夏一世确实已经故去，但他的一生远远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捋顺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时，还是会被他的聪慧、且异常勤奋触动。我们对几年来兴起的神话尼海夏的风潮也不能苟同，坊间甚至连尼海夏就是孙思邈转世、尼海夏是神不是人这种言论都出现了。尼海夏的名声也终于在身后超越了生前，一如那么多被供奉的大贤大德，均在死后才扬名立万。因为活着的人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神话逝者，以填补自己空虚的精神寄托，或者神话某个自己可以操纵的符号，以谋得自身利益。虽然尼海夏的一生都在争议之中，但是他确实在治疗好众多病患的同时，把中医的名号在海外打响。尼海夏的路线如同李小龙先生一般，如果只谈医术，武术是不够全面的，毕竟得到海外官方认同并帮助传播中医，这对中国软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无疑是巨大的贡献。今天我只是尽量的把我知道的告诉给各位，至于如何判断评价是个人的事儿。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